俊宏数据健康分数可以量化健康风险，达到精准定位个人健康的成效。不过，健康分数究竟是怎么计算的呢？我用 HS 来表示所建制的健康分数或指标。HS 指标建制的基本概念与体弱指标 Frailty Index（FI） 建制的概念有些类似，但两者在许多方面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FI 和 HS 均应用非常相似的数据变量，包括人口统计信息、主观健康评估、家庭和自身疾病信息、社会行为、实验室尿液和血液标志物等。差别是，我所知道的 FI 的建制应用了35个生理生化变数，而 HS 指标的计算则是使用了148个生理生化变数，并且在实际应用时，32个经过特别选择的变数效果也很好。这些变量主要由台湾的健康管理机构在2000年至2016年间，从约45万名20岁及以上的参与者中收集，简称为数据 A。每个参与者的平均观察时间约为3.6年。HS 指标的建制使用了强大的机器学习技术来开发指标的基本分层结构，就是俊宏数据的分层。这种分层结构对于未来疾病的风险预测扮演很重要的技术角色。此表为男女各6个分层，未来10年内的疾病风险值，共有15种疾病列入分析，资料来源是台湾健保资料库。除了很少数的例外，我们发现风险值一般会随分层水准的递增而递减。有些例外通常发生在男性第5层和第6层之间的比较。若是我们将年龄因素加入，也当成分层的基础，这种例外的现象就会消失。篇幅的关系，这些讨论省略掉了。最终的发现是，分层水准越高，年纪越轻，各种疾病的风险就越小；反之，分层水准越低，年纪越老，各种疾病的风险就越高。俊宏数据主要是将年龄和俊宏数据的分层结果当成风险因子来建立指标。为了完成 HS 指标的建制，最后的大数据演算法要决定的就是这个人是属于何等分层水准，或者更广义的说是属于各种分层水准的几率各有多少。我们在给定个别分层水准一定的分数之后，个人 HS 的指标值就是以个人的几率值为权数的平均分数。数据 A 结果显示，所有女性的 HS 范围是 16.7 到85，男性的 HS 范围是13到88。我们证明了 HS 是一种具有一致性特质的健康分数，因为训练样本和验证样本所得出的健康分数差异非常小，平均绝对误差百分比都在 1.2 到 1.6% 之间，显示 HS 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指标。特性是，较高的 HS 表示健康状况较好或疾病风险较低，但会随着年龄、疾病数量的增加而降低。使用 HS， 我们自然地定义了一个疾病地图来区分患病。HS 小于60，和未患病的人 ；HS 大于等于60。经过和年龄、性别有关的截值的设定，还可以将非疾病人群区分为一般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从而可以采取不同的健康管理来预防疾病。截值设定的原则是亚健康人群的疾病风险约是一般健康人的2倍。所以，我们身体亚健康人的定义是建立在很明确的风险倍数的基础上。这种做法只有应用大数据的结果才能达成。数据 A 的实证结果显示，被归类为亚健康人群的疾病风险远高于一般健康人群。女性5年内罹患至少一种疾病的风险，分别为亚健康人群 29%， 一般健康人群 15%。男性则是亚健康人群 29%， 一般健康人群 16.5%。HS 指标就像一个可以显示长期趋势的综合指标，可以精准地描述自身健康的整体状态。借由和其他人 HS 的结果比较，可以认识自己身体健康管理的相对表现。它给我们机会自我评估身体是否要继续走这一条自己无意间或者是刻意走出来的路径。